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盛某人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精灵老司机。我在前几天的水冷评测中非常频繁地提到海盗船的 H150i RGB Pro XT， 并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称为目前值得购买的一体式水冷。因为我还掉了 1K 的 Elite， 所以也就入手了它。在我入手的时候，价格是1099元。我本打算将它规划为1000元以上的旗舰水冷，但是就在双11期间，这款水冷的价格掉到了999元，又是一波被刺。但好在因为这一波降价，它名正言顺地挤进了1000元以内的水冷市场，开始了一波疯狂屠杀。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效能让我对它赞不绝口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来看看水冷的包装，整体采用了很符合海盗船外观的黄黑配色。基本上海盗船的每款电源、散热、外设都会出现这种包装。可以看见这款水冷的全名叫 ICUE H150i RGB Pro XT， 名称开头的 ICUE 和包装右下角的 ICUE logo， 表明了这款水冷可以通过海盗船自家的 ICUE 软件进行调控。包装上全是英文，侧面写着这款水冷的兼容平台，支持英特尔的1151、1200、2066、AMD 的AM3、AM4、STR4 等几乎常见的全部平台，也表明了支持英特尔的 i7、i9、AMD 的 Ryzen 线程撕裂者处理器，通过板载9帧 USB 2.0 连接主板供 ICUE 软件调控。反面只标出了风扇的具体参数和冷盘的具体尺寸。先开箱，水冷附带的配件非常简约，包装内具体含有3把2400转的磁悬浮 PWM 风扇，24颗风扇固定螺丝对应的24个金属垫片，12颗冷排固定螺丝，4颗英特尔平台支柱，4颗 AMD 平台支柱，4颗2066平台支柱，4颗冷头固定螺丝，一对 AMD 平台的固定螺栓和一对 AMD 平台的固定扣具，一对 STR4 的固定扣具以及英特尔平台的固定背板。最后就是使用说明书以及一根连接冷头和主板9帧 USB 2.0 线材。原装的24对固定风扇的螺丝垫片，代表了你只要还有3把风扇，那么这款水冷就可以和 1K 一样加汉堡。冷头上预装了英特尔平台的扣具，也预涂了高效能的导热硅脂，使用了16颗 ARGB 灯珠点亮了整个冷头。安装完风扇，固定了冷头，连接上水泵出来的SATA供电，将3针的接线插上主板的 CPU fan， 把风扇一个个的连接上冷头出来的风扇1拖3线材，再把 USB 2.0 两端分别连接冷头和主板。如果你正确连接了全部的线材，那么你的水冷就会像现在这样，处理器的温度也会非常正常。正如之前说的，这款水冷可以通过海盗船自家 ICUE 软件进行调控，可以在软件中实时监控系统温度、水泵以及风扇转速等。冷头上的16颗 ARGB 灯珠也可以调整不同的光效模式。你也可以通过 ICUE 软件将风扇调整到0转速模式，会自动在系统低温时完全停止转动，以达到极致的静音效果。甚至可以在软件中调整水泵的功率，获得你满意的静音和效能。ICUE 软件也在很久之前接入了华硕的 Aura 协议，可以通过 ICUE 软件调整华硕主板的光效，以达到伪声光同步。调整完软件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满载测试一下。和前几期视频一样，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华硕 ROG M12A 主板，搭载曾经最快的处理器英特尔的 i9 1900K， 通过华硕主板的 AI 智能超频开启 AVX 补偿，将频率稳定在 5.4 GHz 到 5.1 GHz， 使用了开放式平台以及原装的3把风扇，并且现在南京温度很低，室温不到12度。我将风扇转速调整到了静音模式，处理器的空载待机温度只有26度。A864 的单烤 FPU 10分钟处理器温度稳定在了58度，风扇转速提高到了2200转。在相机位置噪音并不是很大，正常打游戏以及渲染的时候，平台的温度也被压在50度不到。
水冷运行噪音完全被工作室的环境底噪所掩盖。戴上耳机、打游戏或者播放音乐，水冷运行的声音已经完全消失。到了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已经结束了？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散热器原装自带24对固定螺丝，我自然也得物尽其用，掏出了我珍藏的3把猫头鹰 NF-F12，安装在了冷排的背后，同时通过一根风扇1分3连接在了主板的 CPU fan 上，彻底解决了 CPU fan 报错的问题。同时，由于猫扇主打静音，即使额外增加了3把，带来的噪音也没有我的涡轮卡大。但是效能嘛，由于我傻，买的是风压扇，不太适合吸冷排，其带来的效能也就降低了3-4度。不知道我换成 A12X25会不会好一些？如果有观众知道哪一款风扇适合吸冷排，也欢迎在评论区打出，我会买来测试。这款水冷是我至今最喜欢的一体水冷，优点很多，海盗船独家优化的微水道，极高的传热效率，效能气瓶恩捷 Z73 的7代冷头，2400转的磁悬浮静音风扇，完全通过 ICUE 软件调整的全部参数，系统监控光向同步，风扇智能停转，既能高效能也能低噪音。软件内极高的集成度造就了完全的控制性，使用了一段时间，也装了很多台主机，它的缺点也逐渐暴露了出来。如果你没有去下载 ICUE 软件进行调控，仅靠水冷原生的调控规则，带来的就是3把2400转风扇满载运行，低温度的同时噪音也非常之大。稍有不足的是，原装的 USB 2.0 线材长度较短，对于少部分全塔机箱，比如 ROG 太阳神的超长背板，这根线完全无法从机箱背后走线，只能暴露在机箱内部。但好在长度足够你沿着主板绕一圈，并且你正常按照说明书上说的连接了 SATA 和3帧的 CPU fan， 面对部分主板的插槽松动，或者在搬运途中颠簸导致接触不良，还是有很大概率的报 CPU fan 错误。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单独接一个风扇在 CPU fan 上，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稳妥的方案。最后自然就是光效了。虽然 ICUE 软件接入了 Aura 调控，但是因为其软件极高的自由度，可调选项过于繁多，导致了很多玩家看得眼花缭乱，上手即劝退。总结一下，安装难易程度中等，适合耐心研究说明书、有一定安装经验的玩家。软件调控程度全部可控，光效、水泵、风扇。如果你还有海盗船的其他硬件，你会感受到 ICUE 软件的强大之处。水冷效能极佳，我只想说，单看效能，这个价位没有一个能打的。适合追求效能并且拥有高性能处理器的玩家，海盗船 ICUE H150i RGB Pro XT 名字很长，但也很强。结合现在的价格，我给出的推荐是，如果你有上一体水冷的想法，并且你的预算比较可观，那么这款 H150i RGB Pro XT 的确是值得购买。如此强大的效能，它可以称为最强1000元级一体水，它现在也可以称之为是2019年最强一体水。为什么不是2020年？是因为海盗船新款 Elite 精英款已经上市，上面出现的问题在这一代都迎来全新的改变，新一代水冷将会做得更好，变得更强。如果大家期待新款的水冷，不要忘了关注一下我们后续会为大家带来开箱。好的，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同样，本意是为了发掘一些具有性价比的水冷。如果本期视频有哪些没有说到位的，或者说有什么地方表达出错的，可以在弹幕或评论指出，我们会积极改正，力争越做越好。也不要忘了点赞、投币、素质3连，顺便点个大大的关注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圣魔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